但是我们试问一下，你澳洲你做这些潜舰要干嘛？是美国叫你做完这潜舰，美国叫你去跟中国大陆对抗啊，因为我们知道核潜舰必须是维吉尼亚级是属于攻击型潜舰，那它的航程可以很远。当然就是到南海，目标就是叫澳洲到南海那边去制衡中国。那澳洲自己花钱去做了潜舰去帮美国打仗，你会不会觉得澳洲有一点当盘子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澳洲这次清醒了。我做的潜舰当然是以护卫我自己国家。难道 AUKUS 可能会解体吗？因为澳洲它拒绝介入在台海的战争当中，那么不联手抗中就免谈。美国现在考虑不卖核潜舰给澳洲了，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系。好。我们看到的是，川普在去年好不容易才点头说，这个美英还有澳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 AUKUS 这边谈成了这个核潜舰的协议，也就是说，主要是符合美国优先的战略。它接下来会来协助澳洲在未来15年内可以取得3艘的维吉尼亚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舰。但现在呢，根据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已经生变了，因为美国国会这边做了一个研究，他认为说，你现在澳洲啊，突然间又说你不愿意承诺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协助美国，所以呢，这个国会的研究就认为说，美国应该要这个时候好好的考虑一下，是否要拒绝出售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核潜舰给澳洲，那么改由美军自己来掌握，确保说这一项最顶尖的战力能够直接投入在台海的战争当中，并且呢，报告也同时建议说，如果说不卖核潜舰给澳洲也没关系，可以卖其他的东西。这边特别提到说，澳洲可以把经费拿去购买美国的长程反舰飞弹、无人机，还有 B-21长程轰炸机等等的武器。但是现在等于是美国自己反悔了，不愿意卖核潜舰给澳洲，这样子的一个 AUKUS 会不会被瓦解掉？澳洲会答应让美国把他自己的核潜舰放在澳洲的基地吗？厉将军又怎么看这件事？这个澳洲总算是清醒了哈，他因为原来 AUKUS 这个最早的时候，澳洲自己要买潜舰，他是跟法国买的哈。结果没想到美国抢这笔单哈，这个抢完单之后，你知道那时候马克宏很生气哈，这个澳洲就跟法国解约了嘛。那美国说你不要跟法国买，我卖给你哈，8艘的 AUKUS 最新型的维吉尼亚级的潜舰，然后这个合约定的是说最早的时候因为要对抗中国哈。所以说，美军先这个派了3艘在这边协助澳洲一方面做人员的训练，也在这边驻守。那之后来讲，美国帮澳洲生产3到5艘，然后之后再由澳洲自己来生产剩下的3到5艘，总共加起来是8艘的维吉尼亚级潜舰，其中还包括到的英国也加入，所以AUKUS是英国、澳洲还有美国3国联盟。但是我们试问一下，你澳洲你做这些潜舰要干嘛？是美国叫你做完这潜舰，叫你美国叫你去跟中国大陆对抗，因为我们知道核潜舰它的尤其是维吉尼亚级是属于攻击型潜舰，那它的航程可以很远，当然就是到南海，目标就是叫澳洲到南海那边去制衡中国。那澳洲自己花钱去做了潜舰去帮美国打仗，你会不会觉得澳洲有一点当盘子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澳洲这次清醒了。我做的潜舰当然是以护卫我自己国家，这是第一个。他做这个潜舰，我如果说我自己花了钱去买潜舰，结果做完以后是去帮你美国打仗，那我当国家算不划算。第二个来讲，他会得罪中国哈，这个中国也都知道，所以中国去年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原来对澳洲原来这个不管是在贸易部分，农产品、龙虾、红酒什么就不跟他买了，铁矿石也不买了。那现在来讲，中国跟澳洲慢慢和好，当然贸易和好以后，这澳洲来讲就不能对中国采取这么军事上的对抗的行为。第二个，中国还做了一个动作，可能大家还记得哈，去年的时候，中国一艘055的大驱潜舰开到了澳洲门口去绕了一圈，而且这个绕完一圈之后还在那边做实弹演习，就是主要是针对你澳洲，如果要跟美国联盟来在南海地区来对抗我中国。中国代表说，我也有能力到你澳洲去，直接到你门口去开炮去了。所以澳洲算盘打一打，不划算，我自己花钱去帮美国打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参加。那美国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己做这个维吉尼亚级潜舰，它的造舰速度严重的落后哈。它如果说是要帮澳洲建这个3到5艘的话，
它最少一年年产量要2艘的核潜舰。那目前来讲，它一年只能1.2艘哈，所以美军变成什么？就自吃还不够，对不对？自己吃都不够，你怎么去帮澳洲卖给澳洲呢？所以说，整个澳洲的奥克斯潜舰来讲的话，是进度是严重的落后。那美国想想看，既然你澳洲不愿意帮我打仗嘛，那我就不把潜舰卖给你了。第二个是我自己产能不够，我现在每年只能生产1.2艘，那我还有旧的潜舰我也要淘汰啊。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认为说，那我就不卖给你澳洲潜舰了哈。这个我生产的潜舰我自己刚好够用，就不卖给澳洲。那澳洲已经编了这个预算做什么呢？他叫他自己去买 B2，跟美国还是要做他生意了，卖给他 B21轰炸机或者是长程的这种战略导弹哈，来换购买这些武器，还是叫澳洲要协助美国打仗，目的在这个地方不变的。但是澳洲他会买单吗？刚刚说了，那美国说，那你不要买这个核潜舰，买这个反舰飞弹、无人机跟 B21，澳洲会不会买单？能够取代核潜舰吗？还有就是 AUKUS 会不会解体？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它各有各具备的战略角色，所以无人机或者是这些反舰飞弹，它有扮演它的角色。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想，从那个角度来看，澳洲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因为澳洲77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么大，但它四周环海，它的威胁力来自于海上，你不可能来自于陆地嘛。就澳洲它就是这个国家，一定从海上过来嘛。但是你如果把这8艘的阿肯斯的核子动力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舰放在水下，在哪里，他就会怕。你在水面上或者在空中看得到啊，水面下看不到，而且它是核子动力的，它不用起来换气。一直潜在下面，潜在哪里？你在海上的兵团过来了，但是下面有没有？所以我认为没有办法做完全取代。他用无人机或者是用反舰飞弹，并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因为只要是他有核动力的攻潜舰，对方来自于海上的这些威胁，就要开辟水下的安全航道。你就会筹措前后啊，顾忌再三呐，因为潜舰在哪里不知道。所以这个重不重要？这个战略角色很重要。那刚好这也就是说，澳洲的核子动力攻潜舰可以布防水下主炸防线。这我在这个地方负责，因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做伏击区，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水道我也做伏击区，在另外水道做伏击区，你整个的这个对澳洲的这一威胁的状况之下，就要顾忌再三了。到底哪个地方是主炸区？所以我认为。反舰飞弹或者是无人机也要，但是问题是水下兵力也要，不能说这个完全不要，然后我们就同样投资在反舰飞弹跟无人机这上面，那你就少了一个战略角色。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是想到这个核子动力攻潜？因为它的隐匿性太高，对，又静音很难，因为核子动力它不用那个我们讲到那个引擎，它是核动力的，它根本不要起来换气。它的氧气是自己内部在制造的，所以它隐匿性够高，而且它待得够久，所以它只要一布防之后啊，会对来自于水下的威胁哈，它就会减轻。所以我要认为在这一方面，它的有角色的不可替代性。那至于所以美国看准了这一点，所以美国就要求你澳洲想要这一个阿肯斯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舰，那你就要接受我哪一条件，要针对。台湾这一方面，你要支持我美军来作战，所以他看准了澳洲的需要，美军刚好抓到他的这一个所需要的这个痛点，所以开出了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美国开出的条件，也知道澳洲急需这方面的装备，被美国抓到这一点。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核潜舰的问题，现在美澳的关系也陷入了冰点当中。但是为什么另外一方面，在中澳的关系原本不是已经稍微复苏了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经济上面的关系又变得很冰冷呢？因为澳洲的政府打算要强行的收回租借给中国企业的达尔文港。我们来看到澳洲总理艾班尼斯最新说的，他说出租给中国大陆达尔文港是不符合澳洲国家利益的。当然了，中国驻澳的大使就立刻反呛澳洲的这个行为。那目前来说，其实中澳的关系也会因为这一项决定而生变哦，变得在贸易上变得冲击非常的大。因为中国大陆是澳洲很重要的贸易伙伴，占澳洲的商品跟服务贸易总额达到24%左右。那接下来澳洲政府他会怎么做呢？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怎么选？杨老师怎么看？
这个是艾班尼斯政府的一个选择。他选择在跟美国的军事合作，还是局限在澳洲的近海、南太平洋，然后到东南亚，而不会延伸到了南海甚至台海的区域。这是当初要做 AUKUS 买核潜舰，可能会介入到台海冲突的一个理由。但他现在选择要退缩，回到传统澳洲前进防卫，也就是澳洲把他的国防线不是放在他自己的本土，而是放在东南亚。川普又在翻脸，对加拿大寄出100%的重税了。于是加拿大这一次号召中等强国一起来联合抗美。我们来看到集体导向去美化的国家，除了欧洲国家，还有澳洲等等哦。今天会来一起关心去美化是否全面扩散呢？川普这一次特别又在翻脸，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不久前在媒体上才跟加拿大的总理说呢，你如果跟中国达成协议，你就该这么做。看起来是好像支持卡尼的所有决定，但是又突然间对卡尼翻脸了，直接威胁加拿大说我会对你课征100%的惩罚性关税，而且是立刻的生效。公开把加国总理卡尼羞辱成卡尼州长哦，他这个还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180度翻脸，就是因为卡尼戳中了川普的这个痛点哦。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宣告说，美国所主导的战后秩序已经正式破裂了，中等强国必须要一起团结抗美。好。但是真的吗？卡尼有办法抗美吗？就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其实呢还是被美国牢牢的给掌握住。现在在加拿大出口占比75%以上，其实都是卖给美国的，只有10%左右是出口到中国跟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进口商品有一半可以说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卡尼仍然是坚持持续的加强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最近呢跟中国大陆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跟中国有更多能源的合作，也公开的号召中等强国一起结盟，甚至呼吁说我们要对抗外来的经济威胁，应该要购买国货才对。而且我们要看到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打下去，到底对谁比较伤呢？目前做了一个统计，是96%的关税成本是消费者美国人自己买单，进口商自己吞下去，只有4%是由外国出口商来做吸收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看到，为什么川普突然间针对卡尼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因为卡尼号召所谓的中等强国一起来对抗美国吗？关税真的能够逼加拿大回头吗？还是说再次证明关税只会害美国自己被反噬呢？委员怎么看？真的是闹剧一场。怎么说闹剧一场啊？我们先看美国的进口货，我们不要打那个细微的数字。美国进口货里面大概15% 从中国，15% 从加拿大，15% 从墨西哥，而且美国要从加拿大进口的东西，从其他国家取得替代品都不太容易。比如木材，你从哪里运来？对不起，加拿大。比如说石油，对不起，最近的那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石油就是要靠加拿大，电力靠加拿大。那你说加拿大有出口很多汽车啊，很多东西到美国，对不起，那通通是美国公司。还没有一家是加拿大公司。所以制药的美国公司，做车子的美国公司。做了很多都是美国公司跑到加拿大去投资，那因为边界没有关税，直接运回美国，而加拿大没有工会，所以比较没有纷纷扰扰，而且很多东西比较便宜，所以这个是美国公司跑到加拿大去投资设厂设公司，最后回来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你川普对加拿大课关税，你到底是课到加拿大，还课到自己的美国公司，还是课到自己的美国的消费者跟购买者？当然是课到美国自己吧。这个卡尼怎么会在乎了？卡尼是经济学家出身的，他怎么会不懂这个呢？卡尼的学历大概所有的各国领导人里面学历最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对啊，而且担任过这么多的重要的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全世界大概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啦。那他懂不懂？你课吧，你课啊，不会课到加拿大有限嘛，对赌。那所以川普这个这样蒙个头胡搞。那再来第二个，卡尼走向中国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现在进口货里面中国只占9%，
但是它出口去到中国只占中国的1.8%， 1.8%要加倍，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所以卡尼现在想一想说，那好了，我的石油产地在爱达省，隔壁是这所谓英属哥伦比亚省，我就拉个油管就到那个太平洋岸边了嘛，就直接由中国来载走，天然气也可以，然后这个石油也可以，所以而且中国要答应跟他买，所以这样子它的石油产业就不要完全靠美国啦，可以卖给中国。那第一个解套，第二个农产品，哎呀，在中国那个市场，你多少给他喂大都被吸光了，所以它很快可以从目前的占中国进口1.8%，要升到9%，有什么难的？可是问题到中国的9%，到美国大概都降一半了，剩下你美国公司自己生产了，那你爱克吧，请便啊，他无所谓。所以卡尼是有这样一个算盘呐，但是川普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哦，很小心眼哦，就是说他去演讲哦，底下都嘘声，然后卡尼演讲啊，底下一直鼓掌，他面子过不去啊。所以他不是真的，因为说你跟中国达成什么协议，绝对不是。他这个人就觉得到任何的场合，我就是要聚光灯的焦点，我要全场里面最受欢迎的人，就发现他不是。去 Davos Forum 竟然说被大家嘘，而且卡尼上光芒万丈，所以他这个，东施在气西施太美丽啊，这个没办法哈。那你说要羞辱卡尼是州长，卡尼根本不会甩他。卡尼说。讲得很白，他回去又对那个他的自由党的群众演讲，他就说他要跟美国坐下来好好谈，但是这个谈判是在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哇，现场热烈，因为加拿大觉得他挺得过去，那加拿大挺得过去，但是卡尼说要跟中等强国合作起来抗美国，那是天方夜谭。什么叫中等强国？念给大家听，德国会吗？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还有谁啊？还有这个韩国、墨西哥、澳洲，找不到人会抗美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人说欧洲觉醒了，我说是啊，欧洲觉醒了，但是精神觉醒肉体瘫痪这个没有用的。好，同样一个问题，请教杨老师怎么看？没有错啊，加拿大出口的商品70%到75%是卖到美国去。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境外投资的 No.1， 然后呢，卖到中国大陆大概是7%到10%吧，可是呢，正如刚才蔡委员很正确的点出来啊，加拿大卖什么东西到美国？卖石油、天然气、木材、汽车零件，还有矿产、黄金、白银、铜矿。那有一些是加拿大的公司，有一些是加拿大美国的这个合资，有一些根本就是美国的企业。那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都不感觉说，加拿大的存在，因为加拿大真的是美国最近的小弟，甚至真的某种程度心理上都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整个过程当中，加拿大人会觉得川普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从头到尾，我们比英国比你还要更贴近你，跟你在经济上、安全上以及价值观上、外交政策上这么的一致，结果呢，现在你来对我们这样子的侮辱，我觉得卡尼上来就是表现出他理清楚了这些是美国需要加拿大，就跟美国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成的产品一样，加拿大是有筹码的。那他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在去年1整年的关税战的反制的作为，让美国乖乖的。为什么？因为稀土跟关税的反制让美国没有办法。可是加拿大发现到，其实它也有这种类似的效果啊。到后来伤害的是美国。那当然，卡尼这一次表现出来的很特别的就是他点出2个点啊。那一个是成功的点出，一个是我画了一个大的问号，一个就是他成功的点出这个世界秩序格局已经改变了。对，也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2强激突体制。而中等国家，他点出来必须团结。但必须团结并不代表能够团结。能不能有第2点，我会很质疑的。卡尼所谓呼吁的，我把它叫新西方。
也就是美国之外的其他的这些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包含日本、韩国，能不能团结？能不能真正有新西方？我上一节讲得很清楚啊，你在军事安全层面根本不可能。你一切回到一个多极格局当中，你安全才是核心。当你不可能的时候，你新西方也只不过流于话语，流于外交，流于在贸易政策的铺陈上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但没有问题，这还 OK。可是呢，真正到最后还会有一个关键，就是那新西方的领导人是谁呢？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卡尼可能在言辞上激励大家，让很多人加拿大从来没有这么的骄傲过。面对美国的时候，棒球、冰上曲棍球，东东都是美国的联盟，哪有一天突然发现到我加拿大是一个这么有值得骄傲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呢，是不是会仅止于此？他不可能成为新西方的领导人的。因此，新西方最后能不能真的出现？以及能不能够去有不同的政策，这个大概都会接下来地缘政治的很有趣味的剧码。好，新西方这个概念出现，那这个卡尼他号召中等国家必须要站出来，在安全上、在经济上或许可以啦，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加速跟中国大陆、跟印度啊、南方共同市场签自贸协定，但是在安全上或许还是得要靠美国。去美化潮流有没有可能真的成型？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有关于这一个卡尼的这个演讲啊，其实呢，真正的触动了人心。什么样的人心呢？就是川普无底线的对全世界霸凌，那也就是全世界现在掀起的，也就是去美国化的一个全球现象啊。那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卡尼的演讲，他在前面1/3讲的是法语，所以他其实还有一部分诉求的是法国，然后他法语讲了1/3之后，后面全部讲英语。重点在哪里？重点他在讲说，其实他今天谈论的是世界秩序的断裂。这个断裂提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然后之前这个大国就是美国，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在褪色，强者什么都想做，那弱者呢？那实际上来讲，只能逆来顺受。然后他进一步的告诉大家，如果中等强国没有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不在餐桌上，就会在菜单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记的警钟啊。那这一个部分呢，那其实它另外我们看到，太平洋的另外一岸，也就是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他也完全的赞同卡尼的这一个讲法。那其实艾班尼斯这个人，我们大家观察这么久，他是比较内敛的，也就是他对于美国的种种措施，他通常都是要不保持严肃，要不然呢就是淡淡的微笑，他从来不说什么。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可不是这样啊，他怎么怼这个卡尼的？他说：“前几个月我们不是才一起对中国大陆加税吗？这会儿你怎么变得跟中国在一起了？可是跟中国在一起的还真的不是只有才刚刚造访过中国大陆的卡尼啊。那接下来英国的总理首相也要前往中国大陆。那接下来之前还有对于中国各种批评的。”德国的总理Merz，他也要去，而且他已经先说了，中国凭借着战略远见，以跻身大国之列，这个也就是再一次强调 G2 已经成型，那中等国家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好，针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在去年底的这一场军演，没有想到澳洲是一句话踩到中国大陆的红线了。那么这时候大陆就是直接祭出了又快又猛的反制，恐怕让澳洲这一回在贸易上恐怕痛失200亿大单，6兆贸易会不会遭到断头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的来做关心。但是现在澳洲恐怕后悔是也来不及了，因为呢，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针对于环台的军演呢，澳洲是直接公开的谴责说，
解放军你导致区域的紧张情势持续的在升温当中，所以呢，这一次中国大陆祭出反制，打在哪里呢？打在澳洲最重视的他们的经济上，牛肉恐怕成为一个致命伤了。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从今年元旦，也就是1月1号开始啊，大陆的商务部已经正式的宣布了，接下来会对进口牛肉启动为期3年的保障措施，涵盖的国家非常的多，包括了澳洲、美国等等，巴西、阿根廷。那么大家也在看说，到底是剑指谁呢？现在就是把矛头指向了，就是要来修理澳洲。为什么呢？因为澳洲今年获得的这个牛肉出口，我们看到在大陆的方面立刻祭出了反制之后，他说呢，澳洲你今年获得的牛肉出口配额，我只给你20万吨，看起来好像20万吨还可以啊。但是要知道在去年光是前11个月，中国让这个澳洲进口的牛肉是高达了29.5万吨，所以呢，中国大陆这一次对澳洲的反制，恐怕会导致，这是来自于澳洲自己估算的新关税，对于澳洲对中国牛肉的出口会减少大约幅度高达了1/3，损失金额是10亿澳元，换算新台币甚至高达了209亿元。这是对澳洲的一个正式警告吗？要他对于台海议题不要去触碰，委员怎么解读？对，我觉得澳洲自己活该啦。那么因为澳洲长期以来就很喜欢玩这个游走在中美之间的游戏，他一直觉得自己玩得很溜。他一方面又是美国的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个盟邦，一方面呢，美国在印太地区要举办军事演习，澳洲也是军事演习的地点。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说过，我也不理解在澳洲离中国大陆这么远的地方办军事演习到底有什么用啊？但是问题是，澳洲当时也提供了场地啊，而且也参与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国大陆是澳洲非常重要的买家。我先不要讲贸易伙伴了，因为贸易伙伴是买来互相这个有贸易的。可是中国大陆其实是澳洲最大的客户了哦，就澳洲很多产品，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只是牛肉哦，木材、油菜籽哦，然后包含小麦，包含各式各样澳洲的农产品哦，还不包含它的原物料，它的这个铁矿哦、铁矿石，各式各样的东西，其实还有红酒哦。那么中国大陆其实都是最大的买家。那么在过去中美贸易有摩擦的时候，其实澳洲因为这样，它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因为当中国大陆停止向美国来采购农产品的时候，当然他们就开始进行全球分散，进行采购，所以澳洲也从中得利了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北京政府来说，他长期以来理解澳洲游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玩法，但是某种程度来说，他既然理解，他也可以体谅，就是说你为了要这个两边都不得罪，所以你必须采取这样的动作。所以其实你看，在过去哦，就算澳洲政府发表了太过于这个触怒北京的言论的时候，北京的反应相对来说都比较克制的。但是从这一次，你发现，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立刻针对牛肉进行了某种程度了。当然，北京政府从来不会讲我制裁你，他只是会忽然推出了某一项政策，而这项政策刚好精准的打击到你哦。那么他会采取这样的动作，代表什么？代表台海问题是不可以践踏的红线。他等于是告诉澳洲，你过去爱怎么玩是你家的事，可是台海问题你就不能插手，你连讲话的权利都没有，你都不应该讲哦。那么他要做这样的动作，其实不意外，因为这是一个骨牌效应啊。就今天他进行一个军事演习，你澳洲跟纽西兰来废话几句，那下一次他在演习的时候，全世界更多的国家大家都来插话了，那还得了吗？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要让你澳洲知道痛。那么我认为，当然，如果澳洲持续不知道这个迷途知返哦，不尽快的跟北京修补这个关系，北京手上的工具还很多啊。我刚才也讲过了，像油菜籽油各式各样的这些农产品，不是只有澳洲生产的，全世界农产品不是只有澳洲啊，多的是这些国家，它可以不跟澳洲买，它可以跟巴西买，它可以跟中南美洲其他的国家买哦。所以北京要采取这么精准的动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除了告诉澳洲你踩到了红线，我不能容许之外，它同时也是敲山震虎，告诉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像澳洲一样讲了不该讲的话，那么接下来你就会被制裁跟打击了。好，所以针对于台海议题，中国大陆除了跟澳洲做警告，也趁机示警其他国际上面的国家。刚刚说了嘛，这个牛肉呢，如果说中国大陆真的对澳洲正式祭出制裁的话，可能会损失换算新台币209亿元哦，这是澳洲。但是呢，
专家看说，209亿新台币对于澳洲的这个惩罚来说，都只是开胃小菜而已，后面恐怕还会有更多在金额上面、贸易上面的损失。尤其现在中澳的双边贸易额非常的高，换算新台币是6兆，那占澳洲的总贸易额就已经1/4了。如果说来看中国出口，其中对中国出口的顺差更是换算新台币高达了2兆元对于澳洲来说，中国一旦对它这个实施了制裁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澳洲总理这个时候也出来特别讲了，他说不管是铁矿石，不管是观光或者是农业等等，哪一样不是靠中国大陆的呢？雪梨大学的教授也认为说，这个澳洲一直在中美之间游走，经济上又要靠这个中国，但是呢，对台政策上、国际关系上又要靠美国，这一条钢丝真的能走下去吗？北京会不会真的祭出一个大反制？对于澳洲的冲击又可以到多大？聂老师怎么看？好，我这样分析啊，我们用数字来说话，不一定说真话，但是它最少可以给你一点概念，非常清楚的。澳洲这个国家如果没有中国，它是一个逆差国；但有了中国以后，它是顺差国，就这么简单。那我们都知道 GDP 就是 Y 等于 C 加 I 加 G 加 NX， 那当然自己去搜问这是什么。但 NX 很重要，就是我们讲进出口 Net Export。那所以现在澳洲变成 Export-led country， 叫出口导向国家，全是靠中国。否则它就是一个进口导向国家，这么清楚，因为它现在的贸易额总量是6000多亿美金。好，我们不要用刚刚那个澳币来算，用美金，它总共出口是3410亿，最近，然后进口是2900多亿，那不是就顺差吗？可是我跟你讲，这顺差它只顺了444亿。你知道吗？光跟中国就顺了750亿，其他的300亿不就是逆差吗？答案非常清楚，750好减掉440多，好就是300是卖给别的国家的时候是进口较多，只有跟中国出口较多。所以中国呢，在它的 GDP 我也算了一下，它的总贸易额是2000多亿，2100左右，2070。而它总的全世界是6400亿左右，所以占的是将近30%，不是25%而已。那当然这个是有高有低啦，重点就在到底中国要不要向你买东西？但中国你知道，以前你知道中国就吃掉世界1半的猪，用掉1半的商品。很重要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sumer 这个消费国啊，所以我跟你讲哈，当你的澳洲想卖东西，你看澳洲幅员这么大，这么多空地啊，密度很低嘛，哈，都集中在某些地方。养牛最适合，那养那么多牛要卖给谁？中国是最好卖的地方，所以中国就看这个就够了。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但你要问我说，澳洲这个农业是不是撑得住？当然它都会有影响。观光你只要稍微，你看澳洲好几次，刚刚讲的五眼联盟，当时就是一个情治单位嘛，啊，就美英所带领的这个英国所带领这几个国家，他真的非常听老美的话。每次这个印太的这个所有的战略，他一定都配合。尤其前一个总理对中国还常常打脸，你知道吗？只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他比较正面说，中国终于脱贫成功，他是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整个澳洲其实他们可能也是西方面孔比较为主，所以对中国并不太友善。但是每次在一碰到西方跟这个中国对峙的时候，他就协助那个西方，造成中国其实印象都不是很好。所以中国可以用经济贸易来克住他的喉，但你说会不会让他经济完全就撑不住？倒也不至于啦。也就是说，这个国家需要靠中国，而且中国还是需要出口，所以你看他卖它不会全部补卖了，会意思一下。但哪一天他说一节食，说我不吃澳洲牛了，那澳洲就可能真的就完蛋了。对，好，这一方面是澳洲现在政府所担心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澳洲的国内民调呢，其实他们现在对于美国也是非常感冒的。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哇跌破了50%，是20年来首次的。70%的澳洲民众认为说，美国啊他们会利用贸易来对我们进行政治上面的惩罚，所以对于美国是非常的不满的。雪梨的科技大学的这位教授的这一位经理，他也特别分析了，美国现在对于澳洲人来说是盟友，但是呢也对他印象不太好，认为他是施压的一个来源。接下来澳洲如何在中美大国之间博弈，或者是他有没有可能成为牺牲品？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澳洲在整个长远来看的话，它会逐渐做战略调整。要从3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我们知道经济，刚才聂教授已经讲过了，经济，因为现在澳洲对中国大陆每一年都享受了700亿美元的顺差。澳洲人不多，澳洲人口是2700万人，你看，你就赚2700亿，你这个顺差是700亿。2700万人，你就知道哦，这个比重就很重。如果人口多，你这个700亿美元的顺差那还可以，但是你人不多哦，
赚700亿美元了，这个就比重就很重，那很重，影响力就要来了。所以我们来看，它就会逐渐做调整。第二个呢，我认为澳洲跟中国大陆互补性强，澳洲卖铁矿石、卖天然气、卖龙虾、卖红酒，还有卖牛肉，都中国大陆要的，是这样子。这个市场我所生产的，你刚好都是你要的，那就不一样了。那而且澳洲连续15年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大陆，那依赖性就来了，因为大家都要赚钱，所以这个互补性高不一样，因为互补性高就没有竞争性，是，反正我的你都要，对，那你的我也需要一些，那就刚好我们两个互通有无。我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跟澳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又拉近了。第三，我们从地缘来看，我们从澳洲最北边的大堡礁，包含它的达尔文港，到中国大陆的海南现在变成特区，他们的距离4000公里，好近啊！运输成本低，时间成本低，最好贸易过过去最便宜。那为什么不找中国大陆？近嘛，近就是好处。我们知道远亲不如近邻是这样的。澳洲距离美国是比较远，所以美国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对澳洲的影响力是很大。但是就长远来看的话，会终身美将，这个趋势会出来。中国大陆跟澳洲之间的关系会深，因为经济的关系。美国的影响力会失为，因为贸易量小，终身美将嘛。那所以我认为长远的趋势来看，中国大陆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政治或者是移民的社会来看的话，中国大陆对澳洲的政治界长远来看的话，会慢慢跟美国拉近。今天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税战，赶快来看到这一回，川普是不玩了吗？公开求饶吗？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嘉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读哦。首先第一个，现在机上看起来确实川普好像不想玩了，在求饶，因为呢，本来呢，他针对这场贸易战，针对各国课的100%的关税，现在呢，不断的偷在做降税哦。为什么这个时候态度180度的转弯？尤其是针对中国，可以看到他态度明显的放软，是为了稀土，所以向中国低头吗？这一场中美关税战打到现在，到底现在主导权在谁的手上呢？第二点，今天来关心了，美澳之间是不是抱团要来做自救呢，还是自欺啊？因为双方签下了这个高达85亿美元的矿物协议，放话了说1年要让稀土多到可以做到用不完。但是现在的关键还是说，大陆掌控了92%的精炼稀土的市场，美国真的能够顺利的脱离中国的稀土控制吗？第三点，我们来关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反制这场关税战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关税3.0时代了吗？因为呢，大陆祭出了非常多的招数，是招招致命对于美国来说，首先在稀土管制上面呢，它已经治得了美国了。再来就是它持续的查美气高通，还有在港务费上面持续开闸。北京说了，它是以其人之道来反制美国。全球贸易规则是不是正在被中国改写呢？今天这几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的是，在这一场中美的博弈之下，川普这一次呢，从佛州飞回华府的路上，这个突然间他语出惊人，态度放软了。他怎么说呢？川普说了，我不再跟大陆玩稀土的游戏了，并且他特别强调了接下来会跟大陆之间还好好谈的议题，包括了从稀土、芬太尼到黄豆，都是跟大陆之间的一个首要协商的议题了。而中国大陆的稀土王牌，真的目前是把美国掐的这个喘不过气来说。川普也说了，美方有能力可以对中国实施比较降低的关税，但是前提是你中方也必须要为我们美国做一些什么。还记得吗？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早先才放话说要关税换稀土，如今川普就亲自上阵了，把这3个议题全部做打包。等一下我们会来关心。那稀土很重要，不管是晶片，不管是手机、电动车，都是需要的。所以现在川普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另一方面，这是最新消息现在呢，何立峰跟贝森特通话之后，已经确定了会在马来西亚双方会来会面，为月底接下来的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川习会来做铺路。那这一场中美博弈战，我们就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面上的筹码似乎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节目一开始请教大使怎么看？现在中国的稀土战略是可以说成功压制住美国了吗？那川普是不是等于他认输了呢？大使怎么看？应该可以说都是。这个稀土的这个战力非常的强。
美国现在跑不出稀土的这个魔咒，那所以你就看到川普从硬到中硬到小硬，最后可能就变成不硬，最后就变成小软，最后中软、大软。所以呢，这个经贸谈判就跟打仗一样，是硬实力，不是软实力。你用嘴巴用唬人跟打梭哈一样，那个叫牌叫得越大，输得更惨。现在川普就陷入到这个所谓陷阱里面去了。那现在川普不仅就是说稀土中国大陆会不会让步，中国大陆会买它黄豆，中国大陆会不会芬太尼方面跟他合作，这个完全都是看大陆愿不愿意跟他谈了。而且还卡到一个更麻烦的，川普说我这个要跟习近平要10月31号在韩国要见面，大陆现在没有说要跟他见面所以到时候全部都让他空的话，川普就从怎么样，就从50层楼的高楼上摔下来。那摔的不仅是川普的面子，美国的威信会扫地。那中国大陆以后对美国很多国家就要学中国大陆了，因为发觉美国是怎么样空心的所以用实力来对实力了。那所以现在川普会越来越急。所以现在这个礼拜就不晓得哪一天贝森特跟何立峰要见面了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大概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好退让的。那大概就是看美国怎么让，美国让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习近平才会出面。因为到了这个元首阶级最高层级的见面不是去吵架的，是去怎么都是各去怎么样收获成果的。你川普要收获什么成果？习近平也要收获成果，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如果习近平认为说这个我不满意，结果我不能去的话，那就不会见面了。不见面的话，川普就傻在那边了，因为川普每天就讲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还说我现在已经不打算毁灭中国了。这个讲法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越讲越好笑了。那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情况之下稀土是没有错，美国老早就跟澳洲合作，也不是今天这个10年前日本跟中国大陆打这个稀土战的时候，就已经跟澳洲合作了，最后日本还是败阵下来。那你要对关键产业，你的稀土你现在说你1年可以赶得上供应，可是这1年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工厂工厂已经就撑不住了，3个月都撑不住。所以这就是一个你说这个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然后大豆的话，大陆是第一次完全不买，那并不是没有完全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中国大陆还在美国的玉米跟大麦跟小麦，可是这一次黄豆单挑出来是一粒都不买的情况之下，美国的这个它的软肋就出来了，因为这个大豆都产在洪州，也就是这个川普的铁票区。如果说这一次大豆这个农民不满意的话，很可能他在明年的年中选举，铁票区就会掉几席联邦参议员，甚至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院现在只差1席那如果掉个1、2席的话，川普明年开始跛押，他就没有办法作为川皇帝了，他就变成川太监了。所以呢，这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谈判，我们从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谈判常常讲是整体气氛、整体的形势，对川普极为不利。那现在看就是就看那个习近平要怎么发落他了。如果要让川普这个也不是说一招毙命，起码出一招让他躺在床上躺好久这个时候是中国大陆出手的机会了。所以呢，我认为川普玩得太大了，没有那个实力玩到那个他玩不起的那个阶段以后他把他自己置在这个火上烤。那他每次都这样，那学不乖。所以呢，你逼着人家要出重手，让他乖一点。所以我是对川普的前途我是蛮看衰的。好，这场关税战，中国大陆手握的各种的王牌。刚刚讲的黄豆，我们下一节会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解析。不过我们持续来谈这个稀土。刚刚特别提到了嘛，其实美澳之间在稀土上面早就有所合作了。那这一次呢，其实又最新又签约了。那这一次的价值金额是比较高，85亿美元签下了叫做这个关键的矿物协议。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川普已经承诺了，他说夸口在1年之后呢，会拥有更多的关键矿物跟稀土，而且价格他说这个非常非常的低只值2美元。
元。重点是这些关键矿物，川普说了，接下来会多到用不完。但是眼前有一个困境，就是目前呢，90%以上的这一些稀土精炼市场还是在大陆。就算你澳洲好，提高了产量，提高了你的精炼技术等等，但是还是赶不上中国大陆控制的这个稀土的这个精炼技术。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还有就是美国要追上中国大陆，现在领先在稀土领域40年，恐怕还得多花几十年的时间。川普要做的这个计划会不会是天方夜谭？上次哥怎么看？哇，川普这个夸口说1年后大降价弯转连销为，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稀土真的太难了，在其他的技术或各方面，比如军事可以追上，稀土太难。难在哪里？稀土因为就是在过去来讲，它虽然50年代就开始有在开挖，包括在精炼，可是从初炼到精炼，连中国大陆都是投入了将近50-60年在做这件事情。难在哪里？首先高污染，到现在还是高污染。可是现在的高污染当中，能够把污染再怎么样的转化，我们先不要讲环境的代价。所以中国每次在谈自己稀土，都说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因为是重污染。难在哪里？稀土的提炼基本上2大技术，第一个用电能，大量的高热才能够提炼；第二个部分是化学，是大量的包括硫酸用腐蚀的方式。原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都讲17种稀土，稀土现在大家也都说有轻稀土跟重稀土。稀土是这样子，它是一种类金属，也就是说这种类金属它基本上它是跟很多东西很容易氧化，所以在这个矿砂里头或稀土的这个所谓的矿里面，它也经常跟很多的金属合在一起。所以你要怎么样这分解，要用大量的热能、电能到大量的硫酸。然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说提炼的技术要如何高效能，比如说这样子硫酸流来流去之后，把很多东西提取出来。而且现在最难的东西不是你提取了，很多也可以提取，你花很多力气，但精炼呢、提纯呢，这个是中国大陆核心的技术，而且是绝对不可能够被轻易的学习的。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包括欧盟啊，包括澳洲啊、加拿大，大家都说要来炼稀土。这些东西都是搞不清楚这个炼的部分的技术到难到这个部分的地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现在中国的管制严重的不得了。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在稀土站里头，然后只要说这个价值几十亿的矿，可是要这些矿，我们都知道缅甸也有矿，缅甸矿很好巴基斯坦也有矿，可是这一些巴基斯坦是还有冶炼的技术，但是巴基斯坦没有办法做真正的精炼。而且你要知道，稀土的提取当中，中国大陆可以提取17种，很多地方可能都提1-2种。好，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中国大陆其实从今年3月就发现，美国方面透过情报系统当中开始在挖角中国大陆的人。所以很多当中稀土，中国大陆一些稀土一些副总，真正懂技术的，能够做工厂的，陆陆续续开始偷偷辞职。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中美对抗当中管制稀土、管制技术，其实从今年3月开始，中国大陆这有关于人员的控管，因为这个美国我们说 CIA 吧，就各方面的情报都要挖角。所以呢，让他们出国啊，或各方面。可中国大陆有时候放长线钓大鱼，有些就让你挖角，先去美国谈一谈，回来再继续挖角，然后最后一锅端全部抓起来。所以这个部分虽然新闻没有太多披露，可是你当然可以想象。不要说是从今年3月，在之前其实稀土已经吃过苦头了。你觉得美国只是说自己投资他们的稀土矿，像川普讲说我们都是开挖吗？没有嘛。当然就是情报战，就是要把中国最关键的人才、有能力建厂能力的人，手握救人要挖角。而这个人才战、情报战，其实在台面下虽然新闻没有披露，但在今年3月，中国大陆已经大量的。所以你说到底有多少人才流出去？也许有这么一丁丁。可是最关键的人才已经全部都被控制住了，是包括，所以在这次我们看到这次的管制当中，也包括人才、技术，所以中美的部分的对抗，美国你说可以吗？你都找不到人才啊，你从人才从哪生出来？最难的不是买矿，不是说建厂，最难是美国绝对不会拥有这些中国大陆真正有能力的各类的提取稀土的人才。好，这个就是中美关税战下，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非常的善打这个它的稀土战。其实我们眼看着剩下2周就是川习会，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10月份，尤其大陆祭出了非常多的招，而且这个时间序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这一套组合拳有哪一些顺序。10月9号开始打这个稀土技术的出口管制变得更加严格嘛，那10月10号它开始针对美企高通做了更深入的调查，再来10
10月14号针对美国的船舶费特别征收了这个港务费，包括连美资的邮轮都直接中箭落马。有一个说法是，现在大陆的做法其实就是学美国来做这个学美国打美国的游戏，反被中国来用。怎么看这个组合拳？还有就是说，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到底现在谁比较占上风？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大陆你以为他就每次他都是被动的，很多学者都指出来说，他在这个贸易战之中，大陆都是等你来制裁我，我才反击你。现在不是了，现在打的是组合拳。你知道什么叫组合拳吗？就是师夷之长以制夷啊，现在是师美之长以制美。为什么？美国商务部早在9月29号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所有有陆气的成分在里面，持股超过50%的公司以外，子公司一样要查。那个等于是把喉咙都给割了，你知道吗？好，那你现在这样对付我是吧？没关系，那我现在先祭出一招。10月9号，不久之前，10天前，他要先讲，现在。如果说在海外不是这个我们大陆的公司，是外资企业的公司，然后呢，它使用了我们中国出口的稀土，只要达到0.1%的含量，通通都要报给我们中国商务部，不报的话不能卖，0.1%，当然稀土的占比通常本来就是这么高，差不多啊。但是它设在0.1%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只要你有一丁点的大陆稀土出口而制成的卫星、通讯，然后航太，然后飞机、科技等等这些产品，通通都要跟这个中国商务部报告，报告之后才能够准你能不能够销售。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今天坦白跟你讲，美国有很多航太公司，它也被掐到脖子了，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是什么？他马上他说，对，你们那个高通有反垄断倾向我们现在中国商务部已经开始立案调查了，所以你会调查我们，我们也会调查你。所以他现在第二招第三招什么？美国有多少？大家都听过皇家加勒比那个豪华邮轮，对不对？或是丽星邮轮，还有什么？还有迪士尼邮轮，5、6家邮轮，你知道他们以哪里为母港吗？上海。以上海为母港，你现在美国政府要收我们大陆船舶的那个港口费，那我们也要跟你收另外一种叫做特别港务费，其实就是港口费。对，你知道丽星邮轮它一艘船平均而言在上海停靠一次，它要收你多少钱吗？它要收600万美金，把丽星邮轮给吓死了。他说这怎么办啊？如果真的要这样子收的话，那我跟你讲，我们的营运怎么办？我们的盈余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还可以谈，就看你川普要不要谈。你可以收我的，我也可以收你的。老实讲一句，大陆不会真正的把这种事情掐在手上，拿来用来对付说这是我们中美贸易战之中我一定要拿出来用的武器，不会这样。看你川普的诚意到哪里。不然的话，要收的话，我会告诉你，美国不是只有一个邮轮而已，它有太多东西会被中国制裁的。是好，同样一个问题，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在中美的贸易战里面，现在川普他手头上他最惯用的工具就是关税。但是对中国而言的话，他在过去事实上从川普的第一任期一直到拜登这段时期他已经逐步的去在调整他对美贸易的这样的一种依赖。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在跟美国进行这样的一种贸易战的时候，那他手头上这个他可以打的牌，基本上这个本来就很多，再加上他降低了对美国市场的一个依赖，所以就是说你关税这样的一个效力就降低了哈。那反观美国，你自己很多的一个市场是在中国大陆，对不对？你的黄豆基本上你可以找到世界上有哪一个市场能够吃下你那么多的一个黄豆，虽然我们台湾说要买它100亿啦哈，可是这个大概差不多1/10的量都不够，特别是今年的美国的黄豆是丰收的哈。那所以中国大陆它盘点就是说，在中美的一个贸易里面哈，
到底有哪些东西可以打折打在7寸的这个地方哈？那中国大陆掐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高科技，那美国用的都是这个所谓的这高科技去管制你哈。那中国大陆似乎这个他用的是一个就是说跟你的这个选区选民的一个利益息息相关的这个大斗。那这个就会让这个川普啊，这个急于的这个要在这个整个关税的这个谈判上面要去做让步哈。当然，川普还有一个东西，他也想要马上拿到的，就是芬太尼啦。实际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有2个东西去诉诸这个他的这个选民，一个是芬太尼，另外一个就是非法移民哈。那这2个他又把它串在一起，说很多芬太尼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非法移民这个造成的哈。那不过就是说。这2个东西，事实上马上就是说，他要有这种成果出来，不然的话，他明年的这样选举里面哈，他几乎都是空口说白话。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知道，就是说芬太尼这个东西是你比较容易去得分的，那他也愿意让你在这个地方能够对选民有所这个可以交代的这个成果出来，但是你必须要在整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里面哈，那你当然。不能够用现在的这种方式，你把关税拉这么高，然后对中国的高科技的这个管制这么的一个严格，而且刚刚这个干哥讲到的这个对于稀土的这个监管，这完全是模仿美国的啊。这美国是说你的关税，你的这个晶片里面我课你那么多的一个关税，或者是说我管制你的整个就是说有关于这些晶片的输出到中国呢，我都是用所谓的技术。对不对？当你这里面被我查到你用了我美国多少的技术，用了我美国多少的这样一个专利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经过我美国的同意。那中国大陆要倒过来，他说那我就用稀土卡你。那我现在任何的一个高科技的这些 chip。如果你没有用到稀土的话，你根本就生产不出来哈。实际上，稀土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但是中国的化工真的很厉害哈。那就是说，他用这个，就是说他等于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去打你的一个高科技。那美国他说他要把这个整个稀土，对不对？这个去从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的一个购买转到澳洲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痴人说梦，为什么？因为整个稀土的一个产能哈，不是那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就能够从中国的这样一个生产转到澳洲的这个生产哈，这里面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的这个成分而已啊。还有你澳洲有没有办法去提供像中国那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力，对不对？就中国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种劳动力可以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产业，这里面还没有去计算，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环境上面愿意付出的这个代价哈。那所以就是说，这川普事实上他有一点点好像是要去模仿，他也是要模仿中国啊，就是说，好吧，我的这个黄豆你不买，对不对？你找巴西买那没有关系啊。那你的稀土我也不买了，我找澳洲买。问题是人家澳洲没有那么多稀土啊。那巴西就是满手的这个黄豆啊，他终于遇到了一个 OK 哈，然后这个提着现金要来买哈，就是说这完全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他用的这个方法哈，就基本上对中国的这个有效的这个程度是不高的，但是相对的，中国基本上在目前看起来的话，他似乎让川普急了哈。那川普这样急的话，在谈判的过程里面，谁急谁就要让，这个是我们在研究外交的一个沟通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这谈判的时候的一个铁则。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当然如果说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话，谁会让？我认为这个川普可能会让步的一个几率是比较高，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别人手上。